众所周知，皇帝是一个高危职业，工作强度大，承担的风险高。但皇帝的继承人太子面临的危险比起皇帝，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简而言之，太子有三大危：皇帝、兄弟与权臣。太子最大的危险来自他的父亲，现任皇帝。太子是皇帝立的，自然也可以被皇帝废掉。太子是皇帝钦定的继承人，是王朝将来的主人。但是对太子来说，人生最荣耀的一刻，恰恰是老皇帝死亡的时候。父亲的死是自己的开局，这是一个无解之题。比如刘邦的太子刘盈，刘邦几次想废掉他，立戚夫人的儿子为太子，还好刘盈的母后是强人，顺利地帮儿子保住了皇位。还有唐太宗李世民的上位是起兵直接夺下父亲的权力，属实是父慈子孝。除了皇帝，太子的另一大威胁来自兄弟。皇子们围绕皇位的争夺是历朝历代不变的主题曲，比如清代康熙帝的儿子们就上演了一出九龙夺嫡的大戏。前有父慈子孝，后有兄友弟恭，太子的危险到这里还没结束，还有权臣。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，现任皇帝的权臣未必能够得到下任皇帝的垂青，甚至面临被清算的威胁。因此权臣会在还握有权势时尽力影响皇帝为自己安排后路。不少太子是被兄弟和权臣共同搞废的，比如汉武帝的太子刘据是被权臣江充诬告构陷而死的。但如果说有谁是轻轻松松当上太子，而且全然没有后顾之忧的，那一定非朱元璋的太子朱标莫属。前面说的太子面临的三个威胁，皇帝、兄弟、权臣中，朱标一个都没有。朱标面对的皇帝是他的好爸爸，对于朱元璋一个出身底层的农民来说，哪怕后来做了皇帝，他心底对美好生活最大的期待还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。朱元璋有26个儿子17个女儿，但他梦想的老婆孩子热炕头中的孩子仅限朱标。就算朱标哪天想造反，我们老朱只怕会乐呵呵的把自己绑了，说爹自己动手，儿子别累到了。朱标的兄弟也个个都服他，别看秦王朱爽、晋王朱刚、燕王朱棣有多厉害，在朱标面前都得老老实实听话。而权臣就更不用说了，从胡惟庸到李善长都被朱元璋杀了个干净，保证无人可以威胁到朱标。可以说朱标绝对是史上最让人羡慕嫉妒恨的太子了。为什么朱标会受到朱元璋的独宠呢？首先因为朱标是嫡长子，而且是朱元璋最爱的马皇后的长子。至正15年9月，朱标出生于元代太平路一个名叫陈迪的人家中。当时朱元璋正处于创业之期，得知这个消息非常激动，在当地的山上刻下到此山者不患无嗣，以表喜悦之情。朱标5岁时，朱元璋聘请大儒宋濂当他的老师。至正24年，朱标9岁时，朱元璋建立吴政权，朱标立刻被封为王世子。洪武元年，朱元璋称帝，即加封朱标为皇太子。和这些头衔相比，朱元璋对朱标最大的信任是在太子东宫官员的任免上。皇帝选定太子后，往往会挑选信任的官员任职东宫，辅佐教导太子，同时也允许太子自己招揽官员充任僚属。朱元璋为朱标挑选的东宫班底几乎就是他自己的班子，东宫几乎等于明帝国的中枢，几乎所有决策都要经过朱标的批示。可以说朱标在当时除了没有皇帝的名头，已经可以算是常父皇帝了。朱标性情温和宽厚，与朱元璋好杀的性格有天壤之别，但朱元璋反而因此更欣赏朱标，认为这就是一个肩负守江山重任的储君应该有的性格。朱标深受朱元璋信任，从他敢直言不讳地批评老爹这一点就可以看出。朱元璋因为诛杀了太多开国的功臣，朱标便批评他滥杀有伤人和。老朱因此并不乐意，提剑就要打朱标，朱标撒腿就跑，朱元璋就在后面追，两个人绕着宫殿跑了很久。要知道朱标因为小时候常挨饿影响发育，腿脚并不方便，而朱元璋一直南征北战，论体力比朱标要好太多，只要他想，随时都可以追上朱标。可见朱元璋不是真心想打儿子，更像是父子俩闹着玩。皇家父子相处到这地步，绝对可以说温情脉脉了。可惜的是，最令人羡慕的太子却没有继承皇位。朱标有一次奉旨前往西安考察，在回程的路上不幸染病，几个月后去世，
年仅37岁。对于朱标的死，史书中没有疑问，认为他是单纯的病故。然而，在野史和一些民间传闻中，说朱标是忧惧而死，这是因为朱棣在取得政权后，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地位，少不了要编排一些大哥的负面消息，以凸显自己拨乱反正的形象。朱标去后，史籍中对他的记载不甚详实，甚至有不少编排的内容。明代的野史小说也创造出朱标不受朱元璋喜欢、身怀忧惧的形象，如靠怀揣马皇后的遗像才能免于责罚的故事就是一例。实际上，正史当中，朱标的能力是为朱元璋充分认可的。首先，朱标以仁德闻名，无论是明代的《国朝县志录》，清代的明史，在朱标传记中都称赞其仁德之风。朱标以宋濂为师，深受儒家仁政思想影响。朱标13岁时回老家祭祖，朱元璋就嘱咐其要关注民间疾苦，知道创业不易，民生多艰。从朱标后来的言行中，也不难发现其宅心仁厚。兄弟犯错，往往是朱标在尽力维护。老师宋濂被胡惟庸案牵连，若不是马皇后与朱标力保，恐难逃一死。朱标谥号为义文太子，义者温柔贤善，柔克有光。朱标谥号为朱元璋钦定，由此可见，朱标的仁德是为朱元璋认可的。不过，为政者光有仁德是不够的。在朱元璋为朱标撰写的策文里提到，皇太子标居储位者20有5年，分理庶政，必赞宏多。由此可见，朱元璋对于太子的政务能力是满意的，这主要体现在其御政过程之中。正如前文所说，洪武元年，朱元璋为东宫选取的官吏与自己是同一套班底。从正面看，这是为了防止父子之间产生嫌隙，又平衡了各方势力对太子的影响，防止浙东文人对太子影响过深。另一方面，也表明东宫并没有自己的势力。直到洪武10年，朱元璋才下令自尽正式，并起太子处分，然后奏文，开始了朱标太子御政之路。太子御政一方面是对太子的历练，也是朱元璋有计划削弱丞相权力的步骤。既然凡事要先报告给太子，那么原先作为皇帝以下处理政务第一人的丞相，重要性就降低了。总体看来，朱标的这份工作完成得不错，让朱元璋可以放心削弱相权。到了洪武13年，朱元璋就借胡惟庸案彻底废除丞相制度。朱元璋借胡惟庸案不仅废除了丞相制度，更杀死了一大批勋贵势力，并逐步开始培养太子本人的政治势力。洪武14年以后，朱元璋逐步扩大了东宫的直属机构，让大批没有背景的读书人充任太子僚属。同时，朱元璋也不断扩大朱标的权力，让东宫僚属分担司法权。朱标及其东宫在一定限度内参与到国家政治的管理与运行当中，这一传统也延续到朱棣、朱高炽时期。再根据朱元璋分理庶政、必赞宏多的评价，朱标的政务能力应是毋庸置疑的。此外，朱标多次出巡，对于民情地理都有一定了解。去世前还出巡陕西，考察西安作为首都的条件。巡视完成后献上舆图，总结西安作为首都的条件。朱标的政治能力，作为一名守成之君，完全是合格的。历史无法假设，朱标身上种种令人羡慕的特质，都随着他的去世而烟消云散。留给朱允文的是外有诸王环伺，内无能臣辅佐的局面。朱元璋针对朱标所做的精妙安排，反而成了朱允文的绊脚石，以至于在朱棣起兵造反后，朝廷派不出一个足堪大用的武将前去御敌，因为所有能打仗的将领都被朱元璋事先杀了。靖难之役后，朱允文不知所踪，朱允通、朱允坚被禁锢凤阳，被朱棣选择奉祀朱标的朱允熙也在一场大火中死得不明不白，令人不胜唏嘘。